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场合，有拍叫 KG Collection 海宝长鞋，到现在3、4年来，第一次是在一个展会，那么全部都是经过蔡先生工过，所以品质是绝对有保留，件件都是精品。有人买了一个鸡缸杯拿来喝茶，那我们怎么讲呢？贻笑大方嘛。那说真正的标准用语是喝酒。本来既是用青铜器国家强盛，我有钱，你用玉来做的时候，可以彰显是一个财富。玉，你去收藏它以后，你会发现它很有趣。你会看到的是，它会不断的在改变、转色。青铜器的器型，除了实用器外，最重要的是什么？进贡给大国。看玉它有很多个方方面面，可能要看坑口，要看玉质，看青色、线条、纹饰，当代的风格。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最在意的还是就是它的神韵。这里面有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我觉得神韵最漂亮的这只。这个青铜器叫做簋，我们以前说君子是9鼎8簋，鼎是单数，簋是双数那这个以前是装那个主食的，比如说装那个玉米地瓜之类的那鼎是装肉的，分出的头的拿出来，跟装酒我们叫做鸟兽尊只要装酒用的这个也是有盖，也是有盖，对呀。枪是珐琅最单都做什么？香炉或者这些方案做动物的最难，仿的话也很少做动物的仿皮的得到，招募仿最少应该招4次。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那它上面其实有个上盖，那其实这个我的个人认知的也是属于酒器的一种，整个线条的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上面的纹饰跟我们刚刚在讲的战国的一些纹饰可以看得到。这是我总结，就实打实的这样。实打实这句话讲得对。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观赏那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是会在坡上给大家欣赏，好不好？拿一件新的东西给大家没有看过的。蔡先生比较专业，他是说这个叫喜鹊，我看起来黑黑的，他说这不是黑，这个叫喜鹊，对吧？喜鹊是黑的喜鹊是黑的。刚才看到一个叫做黑的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叫乌鸦，乌鸦也是全身黑的所以我以为黑鸟人家都不喜欢，结果黑鸟在中国也有的也把它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叫喜鹊。这个题材很多，我想大家喜欢中国瓷器的，应该常常看到这个瓶子应该找得到。12只喜鹊，在一个树上，它以就各种数量的姿态呈现，这个也是非常细笔。你看它身体如果你拿个照相机能够很精确的看到，非常细的，非常细所以也是很细工细工不一定就画得好所以等一下专家来稍微讲评一下。不过这个量体比较大，比较重50几公分，画得不错，刚刚好。
这个50公分左右。54、54、52、54啊。哦，蔡先生认为不是乾隆本朝的，所以让他说明一下。我是认为这个也是不错的东西。这个叫做喜鹊登梅，一般来讲，乾隆、雍正、乾隆都有这种题材啦。他除了有画在天球瓶上面，也有画在这个橄榄瓶，也有画在那个观音瓶上面。还有一种小橄榄瓶，都有这种题材很多。但是它就是喜鹊嘛，就是比较有点喜事的意思。这梅花来讲，这喜上眉梢，它的优点就是它这个没有烧，没有塌。在天球瓶里面，烧不塌的话，烧的算很成功的。但它的画工来讲，它的画工露出破绽来了第一个，它的破绽，照理说它应该是一样画葫芦去仿那个真品的，或已经算仿的不错的它的画工没有像真品鸟的这种喜鹊没有那么自然，而且这个树干的话，就像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生动啊，我们讲说动物要生动了植物要树干要苍劲。还有它的梅花来讲，各方面的话，它的那个这个颜色还算可以当然它的梅花除了白的、红的、粉红的、大红的这几种颜色都上的算不错它的款是最大的破绽，它的款不是乾隆的官窑款，但它这个也不是现在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是算老瓷，我看它的胎应该算是清末的了也有100多年的但是看起来以我们的一般的水准来讲，已经觉得是不错的东西了。不过断代的结果专家的断定是清末所以离现在大概150年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最后呈现这一个也已经有，不要说洋味就是比较奇巧的一对茶壶，我们讲叫壶列啦，是说茶壶，是说酒壶或怎么样都。它这个是3、4种材料结合而成。它这个外圈整个外圈支架，我们讲叫支架，依他自己写叫竹云云的这个框架上，用这个铜再镶上一个铜的挡上去的铜做整个给它环抱那个这比较有看头是在这个铜的铜扣我们叫扣件。这个扣件呢，这一面是2个龙，一个凤，2龙1凤，底下一只青蛙大概在隐喻什么我也不知道，2龙1凤。一个青蛙在看他们龙在凤对面呢，1龙2凤一样青蛙。这个把是比较简单，那这个叫柳他们讲这个叫柳是吧？这个柳它又用一个龙头，底下又有个青蛙。这个器身是用瓷器的，它可以转的。一面一个胡字这一面估计也是一个胡字，所以这个也是就讲是摆件不是真正实用件你看这个也是胡字，你看所以2个胡字，这个画这个这个是以黄色做底的了，比较不常见的再上来这个叫肩部肩部是掐丝珐琅。是一对龙，我们上次在讲龙锥彩球的时候，盖也是3只青蛙在看一只猴子，这个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这个精巧哦，或者细腻的功力，我想是不错了。虽然历经了最少100-200年哦，不过如果是倒带的话，如果是乾隆倒带200-250，如果不倒带可能100多岁，但是这个金属啊也不会掉，也不会怎么样。整体来说还讲说8、9分的这个完好。所以中国那时候我们讲一句话，能工巧匠。中国艺器在乾隆那个时候哪里比较强呢？比较强的是在云南，跟现在的泰国或者是缅甸。云南、泰国、缅甸就做云器啊。哦，银器啊，云南。云器在南方，还有云南。那个是很确定啊，你们看书的话就很清楚。那所以这种东西是在哪里做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在北京做的。他把这些工匠集合的技能集合成这个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多见。我刚刚所展示的就是说送给英国皇帝的这个回礼。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近，我把这个拿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看，就现代化的一个综合体的艺术的这个交流，作为一个见证，好不好？谢谢啊。